现在全世界的 ETF 规模已经突破了10万亿美元，这相当于好几个国家的 GDP 总和。你打开你的股票账户看看，是不是前几名的热门排行榜全都是 ETF， 标普500、纳斯达克100，以及那些3倍杠杆的科技类 ETF， 甚至连我楼下卖水果的阿姨昨天都问我，哎，听说买那个什么标普500就稳赚不赔是吧？我也想把养老金放进去，当连卖水果的阿姨都觉得这东西稳赚不赔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事情大条了。今天这个视频，我不是来教科书似的告诉你什么是 ETF， 那些网上随便搜都有，我是要来救你的命，救你钱包的命。这个视频的内容很重要，我保证如果你不看到最后，不在2026年来临前搞清楚我接下来要说的隐形炸弹，你现在账面上赚到的那些数字，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泡沫。因为我们要讲的不只是钱，是你心底那个想不劳而获的贪念，还有华尔街那些大佬们绝对不会告诉你的秘密。视频最后还有一段特别的内容送给大家，当所有人都在买同一篮鸡蛋时，篮子底破了会发生什么事？我们来聊聊人性，为什么 ETF 会这么火？说白了，是因为我们懒，我们每个人都想赚钱，但没人想看财报，没人想去研究这家公司 CEO 昨天是不是又卖股票了。ETF 就像是一个完美的自助餐打包盒，华尔街跟你说，兄弟，别烦了，我把最好的菜都加在这个盒子里，你只要付钱拿走，跟住大盘走，长期持有就能财富自由。这听起来多诱人啊，这简直就是为我们这种又想赚钱又不想动脑子的人量身定做的。我自己当年也是这样，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，觉得自己选股太累，买了一堆新兴市场 ETF， 觉得自己分散风险了，结果呢，那年市场一回调，所有股票一起跌，我的分散风险变成了分散亏损。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一个真相，在极端行情下， ETF 给你的安全感是一种致命的幻觉。很多人问我 ETF 到底会不会爆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 ETF 本身这个机制不会爆炸，但它会让你逃不掉。想象一下，我们现在都在一家超豪华的夜店里，这家夜店就叫 ETF 狂欢派对，里面有音乐，有香槟，也就是那些分红和收益，大家都跳得很嗨，人越来越多，门票越来越贵，也就是股价上涨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这家夜店只有一个非常窄的出口，平时大家进进出出没问题，但如果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失火了，比如美联储突然加息，或者某个大国打仗了，所有人同时冲向那个唯一的出口，这时候会发生什么？这时候不是你想不想出去的问题，是那个门被堵死了。这就是金融圈说的流动性危机。在那个时刻，你手里的 ETF 份额，不管之前值多少钱，在你想卖的那一秒，如果没有人接盘，它的价值就是0。你以为你买的是随时能变现的资产，但在恐慌时刻，你买的是一张没有座位的泰坦尼克号船票。为什么我要现在提这个？因为我看这2年的数据，尤其是2024到2025这段时间，被动投资已经超过了主动投资，这意味着市场上大部分的钱都是无脑买入的，这就造成了一个很恐怖的现象，股价上涨不是因为公司业绩好，而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钱透过 ETF 流进来，强行把股价买上去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些科技巨头 PE 值高的离谱却还在涨，但这种永动机能持续吗？2026年将会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。从我的分析模型来看，2026年全球将进入一个去通胀后的资产重定假期，说人话就是过去几年靠水涨船高的日子要结束了，未来2年那些被 ETF 无脑买入的垃圾股将会现出原形。如果你现在还满手都是那些追踪大盘的宽基 ETF， 以为可以睡大觉，那你醒来可能就在山顶吹风了。好，既然你还在看，说明你不是那种听不得真话的玻璃心。现在我要揭开我伤疤给你们看，告诉你们我是怎么在 ETF 上栽过大跟头的。你们现在看我好像分析的头头是道，但在几年前，我跟你们一样，也是个看到代码就想冲的赌徒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那是关于一个3倍做多科技股的 ETF， 当时市场好的不得了，身边的朋友都在晒单，每天睡醒账户就多几千美金。人啊，最怕的就是这种时候，那种贪婪会像毒瘾一样爬满全身。我觉得1倍的涨幅太慢了，我要3倍，我要快，于是我重仓杀进去，结果呢，市场只是一个小小的震荡，横盘了2个月，并没有大跌哦，但我的账户缩水了 30%。为什么？因为带杠杆的 ETF 有损耗，它就像一个漏水的桶，时间越久，漏的越多。那次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真理，在金融市场里，
免费的午餐往往是最贵的毒药，你们现在手里是不是也有这种看起来很刺激的 ETF？ 如果有，听我一句劝，搞清楚它的底层逻辑再碰，否则你就是在给华尔街送钱，这就是人性最脆弱的地方。我们总是盯住别人赚了多少，却从不看别人背后承担了多少风险。就像我认识的一个哥们，他在2025年的时候看住比特币 ETF 涨疯了，把自己买房的钱全压进去，结果一个周末的波动就让他差点心脏病发作，那种看住数字跳动而手心冒汗，整晚睡不住觉的感觉，真的值得吗？我们投资是为了改善生活，而不是为了折寿，所以在进入2026年的布局之前，你先得问问自己，你的心脏受不受得住这种过山车？如果你受不住，那再高的收益对你来说都是一场灾难。接下来我们要聊聊真正的钱货，如何在接下来这波洗牌中活下来并赚到钱。那么站在现在2026年1月这个时间点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不是叫大家不买，而是要换个脑袋。过去10年是梦想值钱的年代，随便一家 PPT 做得好的公司都能发行 ETF 然后暴涨。但兄弟们醒醒吧，2026年不一样了。我看过最新的资金流向数据，现在的大资金正在从讲故事的板块撤退，流向那些硬资产。什么是硬资产？就是那些你看得见摸得住，不管世界怎么乱你都得用的东西。2026年的关键词只有一个，就是生存与能源。这2年 AI 人工智能是不是很火？大家都去买 AI 科技股的 ETF 对吧？但我告诉你，真正的聪明钱早就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 AI 再厉害它得吃电，它得用铜。在2026年最大的机会不在那些写代码的公司，而在于给这些代码工序的公司。我现在的投资组合里悄悄加仓了那些你们平时看都不看一眼的板块，公用事业 ETF、电网基础设施 ETF， 还有铜矿资源 ETF。 这些东西听起来很无聊对吧？一点都不性感，但就是这些无聊的东西在接下来这1年，当全球电力短缺，数据中心抢电的时候，他们会变成最稀缺的资源。这就是我说的逆向思维。当所有人都在淘金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去挤着淘金，我们去卖铲子，甚至我们去卖给淘金者喝的水，这才是2026年最稳妥的暴利机会。我想起我有个朋友老王，他去年看住英伟达涨疯了就想去追，我拦住他说，你别追那些已经在天上的，你去看看那些发电的基础设施。他当时不信，觉得那种传统行业1年能涨多少。结果呢，2025年底 AI 算力需求大爆发，导致几个大城市的电网超负荷，那些电力 ETF 的涨幅竟然超过了很多纯 AI 软件股，而且回撤极小。老王这才过来跟我喝酒，说真的，被你说中了，这种认知差就是你赚钱的护城河。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哎呀，这些传统行业涨得慢啊，这就是人性的弱点，既想要高收益又不想花时间等待。但我告诉你，2026年的市场会专门惩罚急躁的人。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大多数散户最后都亏钱？不是因为笨，是因为拿不住。我看过一个统计， ETF 的平均持有时间竟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，这太荒谬了。你买 ETF 是为了长期复利，结果你把它当短线炒作，这就像是你买了一瓶要在地窖藏10年的红酒，结果第2天你就把它开了拿来兑雪碧喝，这不是暴殄天物吗？所以我的2026年策略非常简单，也是我强烈建议你们考虑的核心加卫星策略。听好了，这是一套能让你晚上睡得住觉，同时还能抓到大行情的配置。拿出你资金的70%，这是你的保命钱，放在那些现金流强劲、有分红的宽基 ETF 里，比如红利低波 ETF 或者全球顶尖的消费龙头 ETF， 这些是你的底气，不管市场怎么崩，这些公司倒不了。然后剩下的30%，这是你的赌资，去搏那些我刚才说的2026年风口，能源转型、国防军工，甚至是生物科技。这30%你就要抱住可能会亏1半的心态去博取翻倍的收益，这才是成熟投资者的玩法。不要总想着全仓梭哈一把翻身，那种故事99%都在天台排队，只有1%在游艇上。你凭什么觉得你是那1%？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那稳定盈利的少数人，把贪婪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，把恐蓝转化为冷静的判断。接下来我还要告诉你一个连很多专业机构都不敢说的秘密，关于那些所谓的保本 ETF 背后的真相，这关系到你在2026年会不会掉进华尔街设下的温柔陷阱。说到华尔街的温柔陷阱，我真的得跟你们掏心窝子说几句实话。2026年市面上会出现大量号称被对看涨或者是下行保护的保本型 ETF， 这些产品专门收割那些既贪心又胆小的人，
他们宣传说，即便大盘跌了你也没事，还能每个月领高额分红，听起来是不是像天上掉馅饼？我当年有个老客户，听信了某家大行的宣传，把一半身家投进了这种高息保补产品，结果市场大涨的时候，他只吃到了一点皮毛，市场大跌的时候，他缩水的速度一点也没慢，最后一算账，扣掉管理费和税，他竟然还亏了。这就是我要教给你们的心理学真相。当一个产品试图解决你所有的恐惧和贪婪时，它往往只是在利用你的认知偏差来赚取高昂的手续费。你们一定要记住，在2026年这个波动率极高的年份，真正的保护不是买这些花哨的金融产品，而是你手里的现金流和对低估值的坚持。我再给你们讲一个真实到扎心的案例。我认识的一个大户，他在2024年科技股最高点的时候，忍住了所有人的嘲笑，把利润全部止盈转到了最枯燥的短期国债 ETF 和实物黄金 ETF 里。当时所有人都笑他胆小，说他错过了人工智能的下半场。结果到了2025年下半年，全球供应链再次紧张，通胀回头的时候，那些追高科技 ETF 的人账户回撤了 40%， 而他靠着黄金和债息依然稳健增长。他那天跟我喝茶时说了一句话，我至今难忘。他说，投资不是比谁跑得快，是比谁活得久。2026年的赢家绝对不是那个抓到最多涨停板的人，而是那个在崩盘来临时手里还有子弹的人。这就引出了我接下来想跟你们聊的一个非常感性的话题，就是关于错失恐惧症，也就是所谓的 FOMO 心理。你是不是看住群里的人在讨论某个冷门板块涨了，你就心痒难耐，觉得自己如果不买就亏了几百万？这种心理是投资最大的敌人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2026年会有很多这种人造牛市的假象，某个小板块可能一周涨 50%， 然后吸引无数散户进去接盘，最后一地鸡毛。我自己年轻时就因为 FOMO 在一夜之间亏掉了半年的收入，那种心跳加速，手抖住点击买入按钮的感觉，其实就是大脑在被贪婪控制。如果你现在也有这种感觉，请立刻关掉交易软件，去跑个步，或者陪家人，等冷静下来你再看，那些所谓的机会大多都是陷阱。2026年我们要赚的是那种看得懂、拿得住、睡得香的钱，而不是那种像偷来一样每天提心吊胆的钱。接下来我会进入最核心的部分，这是我为了坚持看到这里的铁粉准备的终极心法，关于如何在2026年真正做到财富与心灵的双重自由。既然我们已经看透了那些华尔街的套路和人性的弱点，现在我要带你们进入一个更深、更私密的层次。这是我这10几年来从无数次爆仓和翻身中总结出来的终极心法，也是我最想对你们这些坚持看到这里的朋友说的话。在2026年这个动荡的时代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参与一场心理战争，你对抗的不是市场，而是你自己大脑里的本能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知道该止损却下不去手？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把损失钱财等同于肉体受伤，那种痛是真的会让人失去理智的。我曾经在一次深夜暴跌中看住屏幕，手冰凉的像死人一样，当时我只要按一个键就能保住剩下的几十万，但我没动，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喊，万一明天涨回来呢？就是这个万一，让我最后输掉了整整一套房。所以2026年我要你们修炼的第一个心法就是与痛共处。你要学会把每一笔亏损当成学费，而不是命根子。只有当你不再害怕亏损的时候，你才真正拥有了盈利的资格。这听起来很玄，但这就是财富的守门员。再聊聊2026年的具体机会，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个被忽视的心理趋势，就是孤独经济下的 ETF 投资。随着 AI 取代越来越多的人力，2026年的人类会变得空前孤独，这会带动宠物医疗、心理咨询，甚至是虚拟社交设备的爆发。这是我观察到的除了能源之外的另一个大金矿。我身边已经有敏锐的投资人开始布局那些专注于精神消费的 ETF 了，因为当物质生活被火运烤钱的时候，人们愿意花最后一分钱去买一点点心灵的慰藉。这就是故事的力量，也是现实的残酷。我还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比赚钱更重要，但99%的财经博主都不会告诉你的秘密，就是情绪成本与睡眠测试。这段话可能会救你一命，真的。如果你买了一只 ETF 或者股票，白天上班没心思，晚上睡觉前一定要看一眼美股期指，半夜起来上个厕所都要摸手机看看现在是涨是跌，那么你已经输了。哪怕最后你赚了钱，你在人生这场游戏里也输了。我在2020年那会儿账户每天波动几万美金，那时候我赚钱了吗？赚了，账面数字很漂亮，但我整个人是崩溃的，脾气暴躁，跟家人吵架，
头发一把一把的掉。后来我问自己，我投资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让我的生活更自由，还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份24小时不休息还倒贴钱的兼职？这就是我要送给你们的2026年终极礼物——睡眠测试法。不管你买什么，买完之后今晚睡觉前问自己一个问题：如果明天股市关门3年不开市，我会不会慌得睡不住？如果你心里咯噔一下，觉得不行，那说明你的仓位太重了，或者你买了你不懂的东西，哪怕这东西再好，你也得减仓，减到你能安稳睡觉为止。记住，在投资的世界里，活得久比赚得多更重要。还有一个小建议，针对2026年的这一年的市场噪音会特别大，各种新闻会满天飞。我建议大家做一个反人性的操作，就是每个月只看一次账户，设定好你的自动定投，也就是 DCA， 然后把那个交易软件从你的手机首屏移走，藏到文件夹的最深处，甚至直接删掉快捷方式。为什么？因为手贱是亏损的根源， ETF 的设计初衷就是让你忘掉它，让时间陪它长大，你天天盯住它，看它不会长得更快，只会让你忍不住在跌的时候割肉，在涨的时候追高。相信我，到了2026年底，你会发现那些天天频繁操作的人还在回本路上挣扎，而忘了账户密码的你，却莫名其妙的跑赢了全场。这不是奇迹，这是对耐心的奖励。所以能听到这里的朋友，我真的希望你们能把这份冷静带进2026年的投资里。我们赚钱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去陪父母，去旅行，去感受这个世界，而不是把自己锁在几寸长的屏幕前变成数字的奴隶。如果你的投资让你变得越来越焦虑，那请你一定要停下来想一想，是不是哪里走偏了。既然都讲到这里了，除了数据和人性，我再送大家一个更有意思的维度——风水大运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有些事情冥冥之中是有规律的。大家都知道，从2024年开始，我们正式进入了3元9运中的九子离火大运，这是一个为期20年的大周期。而2026年是丙午年，也就是俗称的红马年。丙是火，午也是火，这是一年火气极旺的年份。这在投资上意味着什么？火代表的是虚拟、文明、能源和美丽。为什么这几年 AI、虚拟、算力、能源，甚至是医美和心理健康、美丽与精神的 ETF 会涨？这不只是科技进步，这是大势所趋。在离火运里，传统那种靠土、房地产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。火克金，所以传统金融、银行业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和重组。如果你现在还死守住那些传统银行股的 ETF， 你可能会发现他们的表现就像被火烤前的池塘，越来越没活力。2026年这个双重火年会把这股火烧到最旺，这预示着能源就是未来的财位。火需要燃料，所以电力、氢能、核能，甚至是跟火相关的新材料，这些板块的 ETF 会在2026年迎来一个爆发期。但火也代表变幻莫测，火烧得快，熄的也快，所以这一年市场的波动会非常大，像火苗一样跳动。所以从风水角度给你们一个建议，2026年的投资，心态要虚，口袋要实。虚是你的思维要跟上高科技，跟上 AI， 不要固步自封。实是你的资产配置要像水一样流动，不要死磕一个板块。在风水学里，水能克火，但在火旺的年份，我们需要的是水火既济，也就是我前面说的，用稳定的红利型资产水来平衡高波动的能源科技资产火。最后叮嘱一句，火旺之年，人心容易浮躁，容易焦虑，这就对应了为什么大家会贪。大家在2026年一定要注意避开那些虚火过旺的垃圾项目，那些没业绩支撑，纯靠拉升的 ETF， 就像烟花一样，每那1秒钟之后就是灰烬。最后，我要再次郑重的提醒大家，以上我所说的所有观点，提到的所有板块，无论是能源、硬资产还是心理风水分析，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与意见。金融市场瞬息万变，没有任何人能预知绝对的未来，投资是有风险的，你看到的每一分收益背后都藏着亏损的可能，所以请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、风险承受能力去做最后的评估，千万不要盲目跟风。赚钱了是你自己的功劳，因为是你顶住了压力，亏钱了也要学会自己承担，因为这就是成长的代价。如果你觉得今天我这段发自肺腑的长谈对你有那么一点点启发，或者让你对2026年的 ETF 市场有了新的认识，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，分享给你身边那个还在焦虑的朋友。你的每一个关注和评论留言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你们的支持是我继续分享真话的动力。最后，我想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2026年市场真的发生了剧烈波动，
你现在最害怕失去的是什么？是账户里的数字，还是你原本平静的生活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实想法，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，让我们在2026年的财富路上，不只是赚到钱，更能赚到智慧与自由。我是你的投资伙伴，这里是赚钱角度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